阿娘带我和妹妹赏荷花，船到深水处，她突然把我推下船。阿柔，大师说了，这就是你的命，别怪阿娘。只因2个月前，阿娘请算命大师为我和双生胎妹妹算姻缘。林府双女命格迥异，一位母仪天下，尊贵无双；一位红颜祸水，沉塘丧命。大师，敢问究竟是谁会沉塘丧命？天机不可测，天命不可违。彼时我腹中已有身孕，太子曾私下许诺，待他登基为帝，便册封我为贵妃。我满心期盼，却也暗自为妹妹担忧。3个月前，妹妹贪饮美酒，酒醉之后在马车之中与2名书生偷欢，失了清白。此事只有我一人知晓。我念及姐妹情分，替她隐瞒，从未告知任何人。阿柔，朕来接你了。阿娘，你忘了，大师说了，天命不可违。皇上，阿柔终于等到皇上了。皇上，我在这儿。我就那样静静看着，眼睁睁望着心爱之人将与我容貌别无二致的妹妹拥上马背，疾驰而去。身侧的阿娘笑得开怀，那笑意一如儿时我攥着糕点吃食时，她望向我的模样。从小到大，阿娘待我与林阮始终一视同仁，从不偏心半分。我哪怕只是轻轻摔一跤，阿娘都会心疼落泪。偶染风寒小病，阿娘必定彻夜不眠守在我床前照料。在我心里，阿娘是世间最好的母亲。阿娘也时常温柔诉说，我与阿阮都是她的性命，只要姐妹2人一生安稳顺累，她甘愿付出一切。我的女儿终于可以平安顺累一生了。阿娘，从今往后，你便只有一个女儿了。第2日，满城流言四起，大街小巷尽是不堪入耳的闲话，人人都说林府妖女败坏门风。说了吗？一介闺阁女子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与2个书生，真是败坏门风。林家这回脸丢大了。我听闻阿爹下早朝归来时，面色黑如沉炭。他风光一世，素来爱惜羽毛，偏偏在今日，脸面被我撕扯得一干二净。时至首午，街边张贴了告示，那是阿爹亲笔写下的字，字字冰冷，句句绝情。家门不幸，贱女林阮，胆大妄为，无视门第清誉，行苟且偷情之事，丑事败露，无颜活于人世，于昨日自投湖谢罪，溺亡。我戴着帷帽，垂着薄纱，静静立在嘈杂人群之中，纸上每一个字都锋利如刀，一下下剜着我的皮肉。告示旁还贴着一张来自皇宫的皇榜，将以贵妃之礼亲自出宫迎接林柔入宫册封贵妃。林府一双生女儿，真是天差地别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一个辱没家族名声，一个为家族正尽荣光。林大人若非还有一位即将封妃的女儿，恐怕早已不堪羞辱，自尽了。那林二小姐的尸首打捞上来了吗？打捞什么？这般晦气之人，就算捞上来，也只会丢去乱葬岗。我听闻林家人往那片湖里撒了化骨粉。林家下人都说，林夫人与林大人嫌尸体丢人晦气，不愿打捞。化骨粉厉害无比，能将尸骨消融得不留一丝痕迹。其实是林夫人怕那姑娘没有彻底死去，特意多撒了大量化骨粉，斩草除根。我的阿娘，她是真的怕我活着。第3日，我看到阿娘和林阮上了马车，往寺庙方向去。我默默跟过去。求神明保佑我阮儿顺顺利利进宫，平安诞下皇子。祝他早日母仪天下。母仪天下。阿阮有孕了。原来就算阿娘知道阿阮行了苟且之事，她也要冒着9族被砍头的风险，
违背天命保住阿软。明明他跟阿爹更满意我这个女儿，他病了，我彻夜守着；他有心事，我宽慰。但凡有好东西，我总是会第一时间想到送给阿娘。还记得9岁那年，阿娘带我与林阮回乡探亲，行至半路，不幸撞上山匪，阿娘被贼人绑住，阿阮吓得撒腿就跑，是我急中生智，砸碎蜜蜂引来野蜂，赶跑了山匪。晦气，哪来这么多蜂？阿娘才得以逃脱。从那后，阿娘对我格外的好。她说我可以为她豁出去性命，她也会豁出性命爱我。我从来没怀疑过阿娘的爱，哪怕10岁那年，我跟阿阮一同失足落水，明明不通水性的阿娘，想也没想，纵身入水去救阿阮。我未曾有过半分怨怼，只因那时我真心惦念阿娘，也疼惜阿阮。我跟阿阮从小做什么都一起，我们无话不说，亲密无间。他会在我被阿爹罚跪时，偷偷在我膝盖绑软垫。但凡有好吃好玩的，他都会第一时间分享给我。我身为姐姐，对他更是疼惜。他犯的错，我怕他挨打，为他顶罪了一次又一次。在大师说林家有一女是红颜祸水，陈塘丧命的命格之后，他抱着我哭。阿姐，我若是死了，你一定要替我好好照顾爹娘啊！我也很担心阿姐，阿姐太善良，这要是进宫被欺负了怎么办？听闻皇后手段狠厉，阿姐你怎能斗过她？若是阿阮能活着，帮阿姐坐上母仪天下的位置多好。我并没有与他说过我与萧凛的情事，一是这事有关家族清誉，二是我与萧凛只见过2次。之所以有肌肤之亲，是因为阿阮喜欢镇国将军，阿爹多次示好，镇国将军无感。阿阮性子执着，从小便是想得到东西一定要得到，因此他偷偷在阿爹请镇国将军和太子吃酒时，在酒里下了药，只是那杯下药的酒阴差阳错被太子喝了，太子又阴差样式入我闺府。其实即使没有那次醉酒的意外，只要萧凌登基，我也会从贵妃做到皇后的位置。我与萧凛8岁便已相识，彼时阿爹不过是五品小官，因公主偏爱我的琴音，我时常入宫抚琴。曾有一回，我撞见12岁的萧凛在殿外求圣上恩准太医为他母妃诊治。我听闻他母妃遭人构陷，被扣上谋害皇后的罪名。龙颜大怒之下，他被打入冷宫，哪怕重病缠身也不得医治。看着他为娘亲求情的样子，我心里也酸酸的。你这般牵挂你娘亲，她一定不会离开你的。要是这药不管用，你再来找我，我再帮你想别的法子。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无论我来日身处何位，只要姑娘有难处，都可来寻我，我定帮姑娘解决。我见她容貌俊朗，气度不凡。父亲常说，诸位皇子里，她的胆识智谋皆是出众，故而我自年少时便一直对她心怀敬重。待到年岁渐长，这份欣赏也愈发深重。阿娘，阿姐以后会不会恨我？明明该死的是我。今后不许说这话，天命就是你该活。你阿姐她太善，后宫女人个个不简单，她进去只会白白浪费这个好机会。你从小就又争又抢，有手段，只有你进宫最合适。阿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，为了林家。这样的话以后不许说，你就是林柔，你就是天选的皇后，听到没有？没想到我是因为太善了，才被阿娘当弃子丢弃，而她常常嗔斥不讲道理还坏的小女儿，却成了她光阳林家门楣的曙光。又过2日，我在药铺抓感染风寒的药时，听到旁边人兴奋议论，
林夫人心肠委实很绝，竟将林阮的画像送入知愧堂中。林夫人这般行事，未免太过自大颜面，平白让林家后辈蒙羞。这其中另有缘由。听说林家大小姐近来缠绵病榻，坊间都传是被林阮的旧日执念缠身，日夜心神不宁。林大小姐入宫册封贵妃的人，前程大好。林家得知缘由后，不敢耽搁，当即决断，将林阮从宗族图谱之中彻底除名。知愧堂素来有静心镇扰之用，将画像安置在此处，便能压住过往牵绊，护得林家大小姐平安无恙。知愧堂是专为品行有亏、失了离角分寸的人所设，意在告诫世人谨守本心，恪守礼法，切莫落得声名蒙尘，留画柄于后人。我悄然前去观望，只见我的画像静静摆放在堂内，整幅画卷之上泼满浓黑墨汁，墨迹斑驳狼狈，侧边更是被杜撰了许多不实过往，尽数强加在我身上。但凡画像入了此地，便要受尽世俗非议，遭人指点议论，神魂也难寻安稳，长久难以安然轮回。知愧堂已设立70年光景，往日里只有寥寥数名触犯族规、行止有失的人会被入此处，如今算上我的画像，也仅仅只有3人。若非积怨至深，绝不会做到这般地步，将其形貌公之于众，任人评说苛责，受尽世俗冷眼与无端搓磨。实在想不到林家竟教出这般品行有失的女儿。往日无事之时，老爷夫人最是疼惜这位小女儿，想来是自幼受尽宠爱，性子骄纵，反倒失了分寸。林家夫妇为保长女顺利入宫，竟不惜将小女儿置于此处，落得生命尽毁。好在家中长女前程似锦，入宫便能为家族争光。林大小姐运气极好，承蒙新帝格外恩宠，一跃便册封为贵。阿爹，阿娘，真是爱惨了妹妹。身后路过一辆马车，我听到熟悉的马车驾车声，转身看去，是阿娘的马车，我跟了过去。求神明保佑，让他下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，不要出现在阿阮和我的梦里。我愿意用10年寿命换阿阮一生鹌鹑，母仪天下。我忍不住无声冷笑，笑着笑着，眼角的泪溢出。他献了1000两香火钱，只为了能得偿所愿，让我下18层地狱。我只静立在他身后一隅，默然望着，心底无声轻叹：阿娘，你又忘了天命不可违。这般耗费重金求来的祈福，依旧没能驱散林阮身上的梦魇。他的鬼魂肯定还缠在府里，缠在小翠和奶娘身上。阿娘让人把我的贴身丫鬟小翠和奶娘活活打死了，对外却称是患了急症。奶娘和小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我自小把奶娘当亲娘，奶娘对我更是拿命疼着。10岁那年，城里兴起瘟疫，我不幸感染。阿爹阿娘听信大夫的话，认为我必死无疑，便把我关在房间里，怕瘟疫扩散，没人进来管我。只有奶娘偷偷钻进我的房间，就这么一夜一夜的守着，一点一点给我喂药，把我救了回来。在我心里，奶娘跟亲娘没区别。我在乱葬岗看到了被打得面目全非、皮开肉绽的奶娘，小翠的死状跟奶娘一样惨。我痛到窒息，哭得撕心裂肺，怨恨阿娘为何这般狠，怨恨林阮为何这般毒。他们不光要我死，还要对我最好的人死。曾经善良到一只鸡都不敢杀的阿娘，现在为了她的小女儿，早就变得无所顾忌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林头上上下下全忙着林阮进宫为贵妃的事。萧岭头一天就送了300万两金子，无数珍宝做聘礼，并叮嘱林家什么都不用准备，只需要等他风风光光来接人即可。终于我也等到了这天，我看着他穿着黄袍，骑着骏马，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敲锣打鼓，在人山人海百姓热闹的宫闱下，一步一步走向林府。这样的特殊的高规格已经在向世人宣告，林家女颇受皇帝天爱重视。萧岭如约而至，林阮藏不住满心欢喜，笑意溢满眉眼，众人纷纷俯首行礼。贵妃，朕接你回宫。皇上，我才是阿柔。皇上，我才是阿柔。林二小姐不是死了吗？这是人还是鬼啊？这真是林阮吗？她不是陈塘溺亡了吗？妹妹，你真是林阮？阿阮，逆女，你居然没死！阿爹，让您失望了，我终究没能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。阿爹莫非忘了那年我与林诗蛮一同入转，彼时阿娘义无反顾救走了他，留我独自在水中险些溺亡。
若非如此，今日的我变成了阿娘手中化骨粉下粉身碎骨的亡魂。你这个逆女，有什么脸面活着？阿娘，怕是要让你失望了。我非但不会死，往后更会好好活下去。妹妹，你胡说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装作是我？发懵的萧凌看看林阮，又看看我，除了衣服不一样，我们俩的脸一模一样。我与他不过见了两面，他若不是顾着当初的救命之恩，定不会破格升我贵妃。先帝没下崩前，已经给他指配了国公府的女儿为太子妃。萧凌登基后，太子妃顺势成皇后，贵妃是他当前能给我的最高位分。无论是对我还是林阮，他了解的都少之又少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上息怒，此逆女品行有亏，行事失举，丑事败露后，本已投湖自尽谢罪，谁料仗着她不知悔改，容貌别无二致，竟再度生出事端，皆是臣教女无方，管束不严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妹妹，从小到大，身为姐姐，我什么都可以让着你，可我与皇上两心相悦，这不是你长了跟我一样的脸就能取代的。林府因为你颇受争议，阿爹阿娘因为你丢尽脸面，难道你还不知悔改吗？我已有皇上骨肉，妹妹，你这是何必又寻一死呢？传太医大胆逆贼，见了皇上居然不跪下！皇上，奴婢瞧着这女人定是疯了，您看。皇上是忘了吗？多年前你亲口许诺我，不必下跪。林姑娘对我与母妃有救命之恩，今后林姑娘对我不必行礼。皇上今时今日的地位，今非昔比，臣妾深得皇上厚爱，是臣妾的荣幸。阿爹阿娘一直教导臣妾不可恃宠而骄，失了礼数。妹妹，我们自小亲密无间，身为姐姐，我什么事都愿意与你分享。就算你知道我与皇上的陈年旧事，你永远不会是我。皇上英明，岂会信你的谎言？臣教女无方，让他这个孽畜冲撞了皇上，臣现在就让人把这个逆女绑起来。陈塘，谁敢？我就是林柔，我肚子里有你的骨肉。阿阮，你当初与外男私相往来，自知行事有失，这才假意投湖脱身。皇家血脉何等尊贵，岂容你肆意蒙混欺瞒？事到如今，你仍不知悔改吗？你个逆女，害了你自己不够，害了林家不够，还要害你姐姐。我当初当真不该生下你这般忤逆不孝之人。自那日阿娘亲手将我推入湖心的那一刻起，我便不是你的女儿了。还都愣着作甚？速速将这逆女陈塘处置！阿娘，又忘了，天命不可违。皇上，我真的是阿柔，是那个为你母妃送药的阿柔。皇上，我真的是阿柔。等等，阿柔脖子后有块胎记。我骤然想起，1个月前，阿娘每天在我的胎记上抹一款药粉。她说女孩子大了，胎记在脖子后影响美观，所以她每日3次给我上药，7日后胎记便可消去无痕。皇上，臣妾自出生时脖子后就有这块胎记了。我后背出了一身冷汗，原来阿娘和林阮早准备好要将我置于死地了。二小姐没有，大小姐对二小姐这么好，二小姐怎么能恩将仇报？这下看二小姐死定了。你就是阿柔。若不是看在你是阿柔胞妹的份上，朕定让你死无全尸。来人，陈塘！我真是阿柔，我的胎记在1个月前被阿娘用药粉抹去了。皇上，我肚子里真的是你的孩子，你等我把孩子生下来，让太医验一验。皇上可问他，当年给太后抓的是何药？当年阿柔不过10岁，只知道太后在冷宫病重，无药可吃，就一次性塞给皇上5种救命药效好的药。这个事我只与阿爹说过。太后驾到！太后息怒，妾身即刻命人将这行事失言的逆女送去陈塘处置。哀家听说她怀孕了，既然如此，为了以防万一，那就等孩子生下来后再定夺。2人都进宫，等孩子生了再定夺。太后的旨意暂时你保住了我。萧岭是个孝顺的，即使认定林阮就是林柔，也没有拟逆太后的意思。进宫后，我跟林阮虽然可以随意走动，
但太后的眼线也会暗中观察我们。林阮表现得很乖顺，宫里人大部分都认定她是林柔，对我的态度跟对她的态度千差万别。就连萧凛也会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林阮。我站在不远处，昔日与我耳鬓弑抹的男人与林阮亲昵，心中酸意和疼痛翻涌。他偶时会与我四目相撞，我总用淡淡哀伤的眼神望他，而他的眸子看不出情绪，像深水一样让我看不清他在想什么。别挣扎了，这就是你的命数，你就当把这条命还给我和你阿爹了。昔日生死皆由你掌控，此番我绝不会顺你心意。阿娘双目圆睁，素来温婉的她从未这样失态，眼底怒意几乎要迸发出来。这般凌厉骇人的神情，瞬间让我想到了已故的柳姨娘。安稳生路，你偏不珍惜，那就等着领受车裂极刑吧。你先前不是笃定一切尽在掌握？既然我横竖难逃一死，你又何须这般急切？阿阮，你疯了！我是你阿娘啊！你居然要杀了我！就因为我没有帮他说假话，他就说我偏心，说即使死了也要拉上我做这个阿娘的。妾身养出这种女儿，真无颜见人了！阿娘，不要！你这般忤逆歹毒，大难临头仍不肯认罪，竟还意图加害生母，实在丧尽天良。如今人证俱在，看你还如何辩驳？当初跟我们暗中往来的人正是他，他腰侧生有一颗恨痣。皇上太后，查验其身便可辨明，他究竟是不是林柔。验！若我真身确是林柔，当众辱我清白，便是折损皇家颜面，无需查验。我腰间黑痣早已不见踪影。因为你就不是林柔，腰间自然不会有那颗黑痣。你处心积虑要害我性命，只因算命之言称林家一女可母仪天下，一女即将沦为祸水，陈塘丧亡，你便狠心将我推入湖中，妄图篡改天命，成全林阮的富贵命数。可纵使你机关算计又如何？老天没让我在湖水淹死，便不会让我今日殒命于此。你们都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，又是双生胎，自小我对你们都是一样疼爱。护犊不食子，林阮你怎么能说出这种丧尽天良的话？护犊是不食子，除非食的不是自己的子。柳姨娘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就是个疯子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，现在居然说我不是他娘娘，你真是无可救药了。妹妹，你太过分了，自身行事失德，现在还要这样羞辱阿娘，你是真的一点良心都没有了。微臣恳请皇上太后降旨，处死这忤逆罪人。你口口声声说你是林柔，有何证据？若拿不出证据，哀家现在也保不了你了。就算林阮知道我跟萧琳那简短的事，但他不知道我偷偷跑去冷宫见过太后，这个事连萧琳都不知。我与太后当时说的对话更无人知晓。我与太后浅谈过几句，当时太后说皇上是帝王之才，绝对会登基。您问我长大后可愿意做他的女人，我可以把当时的谈话内容写下来，你敢写吗？有什么不敢？丫鬟拿来了纸笔，我和林阮各自提笔写答案。那年为娘娘送药，我心里特别开心。在与太后见面前，我便对皇上有所耳闻。当太后说日后让我在皇上身边伴读，我满心欢喜。这既是我的福气，也是我们林家的荣幸。本宫之前的药是你给灵儿的。娘娘要好起来，太子需要母妃。他日太子若是登基，本宫应允你一桩心愿。阿柔并无别的心愿，只盼无论多大都能一直陪在阿娘身侧，朝夕相守便足矣。也希望云妃娘娘快些好起来。我想太子也是需要娘亲的。你是阿柔？就是你写的就是哀家当年说的话。还好我当年爬了那个狗洞，不然今日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朕没认出你，是朕失职。林阮与我模样相同，皇上难分真假，这很正常。皇上太后恕罪，臣不知这是小女一己思念所为，臣定当按规矩处置林阮。阿爹，你怎会不知呢？我与林阮都是你亲生骨血，哪有父亲会分不出自己孩子？如果你知道你不顾王法偏心的女儿不是林阮，而是林静，你的心会痛吗？你说什么？阿爹可还记得5年前柳姨娘与林静出游返程，马车不慎坠入碧江，二人当场殒亡。她就是柳姨娘，身旁之人也并非林阮，实则是林静母女。他们谋害我娘亲与妹妹，借仇顶替身份苟活至今。你血口喷人！
就是你阿娘！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吗？你用来划脖子的那只金钗是我外祖母留下的遗物，我阿娘宝贝的不得了，从不外带，更不可能让这只金钗沾血。你虽然有跟我阿娘一样的脸、一样的声音、一样的举止，但身为阿娘的女儿，你的眼神让我确定你不是她。听闻有种易容术，你是不是用了易容术？易容师一查便知，我阿娘待你不薄，你为了成当家主母，却要了她和我阿妹的命，现在又来要我的命。传易容师。启禀太后、皇上，此二人确属使用了易容之术，面骨轮廓与人皮面具结合处有极相微痕迹，系易容药胶残留。来人，将柳氏母女游街示众，斩立决！无颜面试的阿爹，当天晚上回林毒酒自尽，什么话都没给我留。起风了，别受了风寒。朕已经命人将你阿娘阿妹的遗体迁入林家祖坟，以正式之礼重新安葬。你阿爹，朕也赐了谥号，准他入林家祠堂。多谢皇上。阿柔，朕……皇上不必说了，皇上认不出我，不怪皇上。柳姨娘易容之术天衣无缝，莫说皇上，便是阿爹也未曾察觉。朕差点让人把你沉塘。沉塘、化骨粉、画像，被打死的奶娘和小翠，这些事像一根刺扎在我心口，拔不出来，也咽不下去。太后那边还在等我，臣妾告退。去吧，好生养着。阿柔，朕会补偿你的。补偿？奶娘能活过来吗？小翠能活过来吗？林姑娘可算回来了，太后娘娘等了您许久。过来坐。你这孩子受苦了。臣妾不苦，苦的是那些已经不在的人。柳氏母女已经伏法，林爹也饮了毒酒为止了，可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能等。是。太医看过了，说是已有了2个月的身孕。皇上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皇上认错了人，这些日子对那个假的百般宠爱，如今真相大白，他心里有愧，对你自然是想方设法弥补。可你呢？你可还愿意做他的妃子？娘娘，臣妾有话想跟您说，不想被困在宫里。如今经历了这许多事，臣妾更不想。臣妾想求太后娘娘做主，等臣妾生下孩子，请太后娘娘准许臣妾出宫。你想清楚了，你肚子里是皇上的骨肉，若是生下皇子，那可是皇上的长子，你舍得？臣妾舍得。孩子留在宫里，有太后娘娘照看，有皇上照看好，比跟着臣妾。起来吧，此事容后再议。你先回去歇着，明日太医还要来请脉。夜里风大，你怀着身孕，怎么也不知道加件衣裳。多谢皇上。阿柔，朕知道你现在不愿意看见朕，是朕的错，朕应该认出你的。皇上，您没有错，错的是柳姨娘，是林静，是我命不好。不是命不好，是朕不够用心。这个男人口口声声说要给我最高的名分，说要报答我的救命之恩，可当2个一模一样的女人站在他面前时，他连自己该认谁都不知道。他说他爱阿柔，可他爱的到底是他记忆里的那个阿柔，还是他想象中的阿柔？皇上早些歇息吧，臣妾告退。姑娘，趁热喝了吧。姑娘，您真的想好了要出宫？你都听见了，奴婢不是故意偷听的，是太后娘娘让奴婢在外头候着，奴婢不小心。无妨，听见了就听见了吧。姑娘去哪儿，奴婢就去哪儿。奶娘死了，小翠死了，阿娘死了，阿妹死了，偌大的林府，如今就剩我一个了。好，我们一起走。姑娘，外头冷，走一会儿就回去吧。让开，本宫要见那个林家丫头。皇后娘娘，皇上吩咐过，没有她的手谕，任何人不得进入偏殿。放肆！本宫是皇后，这后宫之中还没有本宫不能去的地方。你就是林柔？臣妾林柔见过皇后娘娘，倒是有几分姿色，难怪能把皇上迷得神魂颠倒。
听说你肚子里有皇上的骨肉？是。林柔，本宫不管你之前受了什么委屈，也不管你肚子里怀的是谁的种，进了这后宫就得守本宫的规矩。皇上宠你，那是皇上的事，本宫不松口，你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你笑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臣妾从未想过要与您争什么，臣妾只想平平安安生下这个孩子，然后什么？然后离开这里。离开？你肚子里是皇上的骨肉，皇上会让你离开？你当本宫是3岁小孩？皇后娘娘若是不信，臣妾也无话可说。哼，你最好说的是真的，否则本宫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姑娘，皇后娘娘好吓人。没事，她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我肚子里是皇上的骨肉，动我就是动皇家的血脉。皇后再嚣张，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对我动手。但她刚才那些话，分明是在警告我，这座皇城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萧岭几乎每天都来看我，有时候带些新鲜的水果，有时候带些民间的小玩意儿。阿柔，有时什么都不带。你真的不理朕？就坐在我旁边。朕只想你留在朕的身边，好不好？或许那是爱，又或许只是感激。可不管是哪一种，我都已经不太在意了。皇上，臣妾只想平安生下孩子。你还是不肯原谅朕？臣妾没有怪皇上。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留下来？皇上，臣妾不是不愿意留下来，臣妾是不敢留下来。什么意思？臣妾在湖水里挣扎的时候就在想，如果我能活着，我一定要离那些想害我的人远远的。总有人想害臣妾。进了宫，臣妾发现有皇后娘娘，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嫔妃，臣妾可能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。朕会保护你。皇上护得了臣妾一时，护得了臣妾一世吗？皇上是天子，有天下要管，有万民要顾，不可能时时刻刻守在臣妾身边。臣妾累了，皇上请回吧。姑娘，皇上走的时候脸色好难看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肚子也一天天大起来。太后对我很好，每日让人送来补品，隔三差五就召我宫去寿康宫说话。皇后那边倒是消停了一阵，没有再来找麻烦。但我心里清楚，或者在我怀孕5个月前，果然出了事。姑娘，不好了，皇后娘娘带着人来了。林柔，本宫接到密报，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根本不是皇上的，是你跟外面的野男人私通的孽种。皇后娘娘，说话要有证据。把人带上来，说你跟这个女人是什么关系？草民是林府的护院，半年前跟大小姐。皇后娘娘，这个人臣妾不认识。哼，让太医验一验便知。验什么？验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不是皇上的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现在怀胎5月，强行验胎，稍有不慎就是1尸2命。皇后娘娘确定要这么做？本宫是皇后，这后宫之事本宫说了算。去，给他验。住手！你在这里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接到密报，说林柔肚子里的孩子来路不明，臣妾身为皇后，有责任查明真相。荒谬！林柔肚子里的孩子是朕的，朕亲自确认过，轮得到你来查？这个人是谁？回皇上，是林府的护院，他说他跟林柔有私情。拖出去，杖毙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！是皇后娘娘让草民这么说的，草民根本不是林府的护院，是皇后娘娘的人。皇后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皇上，臣妾只是什么？只是想让朕的骨肉胎死腹中，只是想陷害朕的女人。来人，皇后沈氏善妒无德，即日起禁足凤仪宫，无诏不得外出。阿柔，朕来迟了。多谢皇上，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护住了我，可我为什么一点也高兴不起来？孩子还好吗？太医说没事。阿柔，朕想好了，等孩子出生，朕就册封你为贵妃，位列4妃之首。皇上，臣妾还是想出宫。为什么？朕已经当着你的面处置了皇后，你还怕什么？臣妾不怕什么，臣妾只是不想留在这里。姑娘，皇上好像生气了。我知道，那您还……清河，这里不是我该待的地方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就到了寒冬腊月。我的肚子已经很大了，行动都有些不方便。太医说大概还有1个月就要生了。这天夜里，姑娘，太后娘娘不好了。您慢点儿，您还怀着身孕呢。母妹，您坚持住。
太医已经在开药了。阿柔，太后娘娘，臣妾在。好，好。母妃，母妃！太后走了，走得很安详，脸上还带着一丝笑意。我知道，她是放心的，因为她知道，就算我不愿意留在宫里，也一定会好好照顾这个孩子。出殡那天，天上下着大雪，我挺着打肚子，跟着送葬的队伍走了很远。萧凌走在最前面，穿着校服，脊背挺得笔直。我没有走到他身边，只是远远地跟着。阿柔，母妃临终前跟你说什么了？太后娘娘说，让臣妾好好活着。阿柔，做朕的皇后吧。朕想好了，朕要废了沈氏，立你为后。皇上，臣妾不配。你不配谁配？你救过朕的命，救过母妃的命，你现在肚子里还怀着朕的骨肉。这天下除了你，没有人配做朕的皇后。皇上，臣妾不想要皇后的位子。你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，朕都给你。臣妾想要奶娘活着，想要小翠活着，想要阿娘活着，想要阿妹活着。臣妾知道臣妾说的这些是强人所难，可臣妾真的没办法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每次闭上眼睛，臣妾就能看到奶娘在乱葬岗上的样子，看到小翠被得面目全非的样子。阿柔，你怎么了？好疼！太医，快叫太医！姑娘，你一定要撑住，用力，用力！阿柔，你不能死，你死了，孩子怎么办？生了，是个小皇子！阿柔，你看看，这是我们的儿子。阿柔，朕答应你，等孩子满月，你想出宫，朕不拦你。朕想了一夜，想明白了，朕留得住你的人，留不住你的心。与其让你在宫里郁郁寡欢，不如放你走。但朕有一个条件。每年孩子生日，你要回宫看他。还有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都要给朕写信，让朕知道你平安。好，臣妾答应你。阿柔，朕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。皇上没有对不起臣妾。有，朕差点亲手害死了你。1个月后，孩子满月，宫里大摆宴席，朝臣们纷纷道贺，说小皇子生得龙颜虎步，将来必成大器。路上小心。这是朕小时候母妃给朕的，你拿着，就当是朕在你身边。多谢皇上。皇上，保重。姑娘，我们去哪儿？去江南。江南？阿娘生前最想去江南看看，我带她去。阿柔，等春天到了，阿娘带你去江南看花。
阿娘，江南的花儿，女儿替您去看。